各位健康永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昌。朋友们，如果现在你看到劳保清查这4个字，心里还在想又是老调重弹，或者觉得我人在日本、美国、澳洲，山高皇帝远，管不到我吧，那我必须请你放下手边的事，认真听我说10分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份已经启动倒计时的财务红色警报。因为你过去20-30年辛苦缴费，视为养老依靠的那笔劳保退休金，很可能因为一个你从未留意的投保状态，在2026年前后突然消失不见，甚至可能让你背上意想不到的债务和法律纠纷。更关键的是，从今年2月开始，整个稽查的力度和手段已经全面升级，你的账户面临的不只是暂停，而是可能被永久封锁的风险。这支影片就是要做你的警报器和导航仪，把那些隐藏在复杂条文下的地雷一颗颗标出来给你看。如果你还没订阅健康永驻，一定要点订阅、按赞，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帮你避开一个足以影响后半生的财务陷阱。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风暴的中心牢牢定在2026年，这可不是随便选的数字，背后是一连串冰冷到让你必须面对的现实。大家都知道，台湾早已是超高龄社会，街上每5个人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月从劳保基金这个大水池里领钱的人，就像打开了成千上万个水龙头，钱哗啦啦地流出去。但相反的，那些赚钱缴费，把水注回池子里的年轻劳动力，却一年比一年少。这个池子水位不断下降的危机已经喊了10几年，但2026年，它真的已经到了快要见底的临界点。根据政府最新、最不敢大声宣传的精算报告，劳保基金的潜藏负债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就像一颗财政未爆弹。所以2026年成了一个无论如何都必须交出改革成绩单的关键年。政府必须向所有还在缴费的劳工，向眼巴巴等着领钱的退休前辈证明，我们有在动手挽救这个基金。那改革最快、最能立刻看到成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严查严抓，把那些不合规定、不该从这个池子里领钱的人精准找出来，把他们多领的钱追回来，把他们未来要领的资格取消掉。而今年2月开始，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清查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手段更加凌厉，目标更加明确。现在的稽查手段跟你父母那个时代的人工抽查完全是2个世界的事。我跟你说，这是一场数据对人类的全面围剿。你想象一下，劳保局的电脑主机现在就像一套全天候监控的天网系统，它已经悄无声息的和移民署的出入境记录、财政部的报税资料、户政系统的生死登记、银行的资金流水，甚至健保署的就医记录全部打通了。这套系统每天自动运行一套算法，它只问几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位投保人过去几年在台湾实际居住有没有超过183天？他的护照出入境章是不是显示长期在海外？他在台湾的银行账户有没有持续的生活消费记录，比如在超市、加油站、医院的刷卡记录？最关键的是，他有没有在台湾的缴税记录？如果系统比对下来，发现你这个人10年有8年不在台湾，台湾的银行账户除了劳保局每月汇入年金，几乎没有其他动静，财政部那边也查不到你近年的薪资所得税资料，但是你的劳保保费却每月准时扣款，或者你已经每月稳定领取一笔年金。所有这些数据线索会在系统里自动拼出一个巨大的红色惊叹号，然后哔一声，你的名字就被贴上高风险异常户的标签，直接送到稽查人员案头的最优先位置。这种查法精准、无情，而且你防不胜防。它不靠人举报，不靠运气，就是冷冰冰的数据逻辑。你过去为了省事或贪图方便留下的每一个数据缺口，现在都成了指认你的铁证。好了，了解这场风暴为什么来，用什么武器之后，我们必须进入最关键的部分。你到底是不是那个高危族群？德昌接下来要拆解的这4类人，请你千万不要因为心虚就跳过，而是要捏着大腿，睁大眼睛看清楚，因为这关乎你下半辈子的活命钱。第一类，也是最危险、稽查力度最大的一群，就是那些长期居住在海外，甚至已经取得外国国籍，
却依然通过台湾的职业工会或挂名某家公司继续投保，等着未来领退休金的朋友，我特别能理解这类朋友的想法。你心里可能有个很牢固的逻辑，劳保是我年轻时在台湾打拼，一点一滴缴费累积的权益，就像我存了一个长期账户，虽然我后来因为家庭事业搬到国外生活，但我没有断保啊，我每月还准时通过工会扣款，持续在缴费。我这么有诚意，等我到龄退休，回台湾申请，把账户里的钱领出来，不是天经地义吗？德昌必须用最清楚的话打破这个迷思。这个想法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劳保根本不是一个储蓄账户，它是一个在职保险，它的全名是劳工保险条例，法律条文开宗明义就说，这是针对在台湾境内从事工作的劳工所设计的社会保险。保险的核心精神是分担你工作期间的风险，比如职灾、伤病、老年失去工作能力等，它的每一个给付都紧紧绑着实际从事劳动这个前提。所以关键问题来了，如果你人20年、30年都不在台湾境内生活与工作，你如何向劳保局证明你仍然是那个在台湾境内提供劳务的职业工会会员或公司员工？当劳保局的系统把你标记为可疑对象，发一纸公文，要求你在30天内补实际从事工作的证明文件时，你人在海外怎么补？他们要的可能是你最近3年为客户服务的合约，你采购原料的发票，你工作现场的照片，甚至其他会员证明你确实在台工作的访谈记录，你拿得出来吗？绝大多数长期海外的朋友根本拿不出。这时候，劳保局不需要去证明你没有工作，他只需要依据你无法提出有工作的证明，就可以认定你的投保资格致使不符规定。这个判决一下来，后果是毁灭性的。第一，你过去10几年甚至几十年缴的所有保费1毛都不退，因为被认定是虚报投保，依法保费没收。第二，如果你已经开始领老年年金，哪怕你已安安稳稳领了5年、10年，累计领了几百万，劳保局会成立专案，一笔笔算出总金额，发文要求你全数返还。他们会给你一个缴款账号和期限，你不还吗？好，就直接移送行政执行署。这个单位有权冻结你在台湾任何银行的存款，查封你名下的不动产，甚至限制你出境。到那时，你为了这笔退休金，可能连回台湾探亲都在机场被拦下。很多通过职业工会投保的海外朋友最常说，工会让我保的。但德昌要提醒你，职业工会的入会章程里绝对白纸黑字写着，会员必须是在台湾地区内从事相关行业的无一定雇主劳工或自营作业者。你人不在台湾，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工会让你投保，可能是行政疏失，也可能是刻意忽略，但最终的法律责任是投保人你自己要承担的。劳保局追究起来，工会顶多被罚款，但你个人的损失是100%且无法挽回的。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类高风险族群，那些在退休前几年通过挂名在亲戚朋友的公司或者特殊渠道的职业工会，把自己的投保薪资急剧大幅拉高，以便在计算老年给付时能领到最高额度月退金的人。这种操作在过去劳保基金宽裕、稽查松散的年代，简直是一门公开的退休理财秘籍。很多人在55岁到60岁期间，会找开公司的亲戚、当老板的同学，或者声称有门路的代办，在自己原本工作之外，另外挂一个职位，可能是顾问、特助、资深经理，然后自己掏腰包，把劳保的保费以最高级距的标准缴给公司，公司再帮忙缴出去。这样做5到10年，等到65岁请领年金时，因为是用最后几年的高额投保薪资去计算，每个月领到的钱可能比用原来真实薪资计算多出1-2万。听起来很聪明，对不对？但德昌必须给你一盆冰水。在2026年这场以诈领保险给付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风暴里，这种行为就是最典型、最容易被系统抓出来的目标。它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法律标签，叫做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行为领取保险给付。劳保局会怎么查这种挂高薪的行为？他们的稽查手段是多维度、立体化的。首先，系统本身就设有预警模型，
专门抓投保薪资在短期内异常飙升的案例。比如，你过去20年投保薪资都在2-3万左右徘徊，在退休前3年突然一路跳到最高级距，这个异常波动就像心电图突然剧烈起伏，会立刻触发系统警报。警报一响，稽查人员就会出动，他们不会只打电话问你本人，他们会直接行文到你挂名的那家公司，调阅一系列内部文件。第一，公司的劳工保险投保名册，看你的名字是何时加进去的。第二，公司的员工薪资表和银行薪资转账记录，劳保局会要求公司出示有你名字且金额与投保薪资相符的薪资发放证明。你觉得公司可以造假一份吗？可以，但风险极高。因为第三，劳保局可能会进行现场访查，稽查人员可能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直接到公司营业地址，他们会看公司有没有为你设置实际的办公座位，你的名牌在不在桌上。他们会随机询问公司其他员工，请问贵公司有位某某某经理吗？他平常负责什么业务？今天来上班吗？如果公司规模很小，根本没有多余座位，或者其他员工一问三不知，这个谎言当场就被戳破。第四，他们还会去调公司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书，看公司的营业成本中薪资支出这一栏有没有和你挂名的高薪相匹配的总额增长。如果一间小公司账上却列着好几位月薪4-5万的经理，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财务矛盾。一旦查证属实，这不只是退还保险金那么简单了，因为你为了获取不法的保险给付，伪造了不实的薪资资料和聘雇关系，这已经触犯了刑法的伪造文书罪和诈欺取财罪，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而且会留下前科记录。提供挂名的公司负责人也会被依劳工保险条例重罚，罚锾金额是其应负担保险费金额的4倍，而且公司信誉扫地，未来会被劳保局列为重点检查对象。你为了每个月多领那几千几万块，赌上的是自己的清白之身，是亲友的公司，是未来可能无法顺利进出台湾的风险。德昌问，这真的值得吗？这笔账怎么算，都是血本无归。第三类情况比较沉重，但在实务上越来越多见，被保险人实际上已经失能达到请领标准，或者甚至已经身故，但其家属或相关人没有向劳保局申报，继续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按月领取失能年金或遗属年金。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基于经济压力、情感纠葛，或者单纯因为不懂法律而产生的隐瞒。劳保局的系统和户政事务所的死亡登记系统是即时连线的，一旦有国民身故完成死亡登记，这个资讯通常在24小时内就会同步到劳保局的资料库，系统会自动比对这位刚登记身故的被保险人，他的年金请领账户是否还在运作。如果发现身故后账户仍有持续的请领记录，系统会立即锁定该账户，并立即停发所有给付。同时，劳保局会启动调查，发文给法定的遗属要求说明。如果是失能情况，系统也会从健保就医记录中发现端倪。当一位被保险人出现长期密集的住院或重大伤病就医记录，却从未向劳保局申请相关给付，这本身也是一种异常。更细致的稽查手段包括生存访查，劳保局人员可能会暗中拜访，或请村里长协助，要求见到被保险人本人，确认其生存状态与请领资格是否相符。对于长期居住在海外领取年金的被保险人，劳保局也可能要求其定期提供经我国驻外管处验证的生存证明文件。一旦查获冒领事实，劳保局除了会追回自事故发生后所有被冒领的金额外，一定会将相关事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冒领者的诈欺罪、刑事责任。这不仅会让家庭面临巨额的财务追偿，更会让亲人之间的情感在法庭上面临最残酷的考验。德昌知道谈这个很残酷，但制度的公平性必须捍卫。如果放任这种行为，就是对所有诚实申报、依法请领的家庭最大的不公。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退休保障，诚实是唯一也是最好的策略。最后，第四类人往往最无辜，也最让人措手不及，就是因为过去的债务问题没有处理妥当，导致自己的劳保年金一汇入银行账户，
就被法院依据程序扣走，看得见却用不到的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观念，法律虽然保障劳保的各种给付请求权，本身不得让与、抵消、扣押或供担保，但是这个保障指的是权利本身。实务上，当劳保局把钱汇进你指定的某一个银行账户后，这笔钱的性质就从受保护的保险给付请求权转变为你存放在该银行账户里的一般存款。如果这个银行账户本身因为你其他的债务纠纷，已经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核发了扣押命令，那么银行依法有义务，在有任何款项进入这个被扣押的账户时，立即将款项转给法院或债权人。你的劳保年金就这样在入账的瞬间被转出了。你每个月收到入账通知简讯才高兴一下，下一秒就发现余额归零或只剩少许，那种心情确实比账户直接被冻结还要低落。其实政府早已考虑到这个情况，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工具，叫做劳保年金专户。这是一个在银行开立的特殊用途账户，你只要向劳保局申办，将年金汇入这个专户，依据劳工保险条例的规定，汇入此专户内的款项不得作为扣押、抵销、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简单说，这就是一个法律为你的养老金设立的安全金库，债权人无法从这个金库中取走款项。但最大的问题是，超过90%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专户的存在，或者听过但觉得开新账户很麻烦，还要通知劳保局变更汇款账号很复杂，于是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使用了几十年的旧账户。德昌在这里要大声呼吁，这个动作是你保护养老金最后也最有效的一道防线，请务必去办理。听德昌分析了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心情很沉重，甚至有些不解，我按规定缴了一辈子钱，为什么老了领钱还要面对这些复杂的状况？你的感受我完全理解。我们对退休金的期待就是简单、安稳、可靠，但我们必须看清整体情况。劳保基金就像一艘大船，船上承载着全台湾数百万人的老年生活期待。如果太多人只顾自身利益，却没有人愿意共同维护船体，那么这艘船最终可能无法顺利航行。到时候，无论是遵守规定的，还是不遵守规定的，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政府进行的这些严格稽查，虽然过程让人感到压力，条文看似严格，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持这艘船的运作，让它还能继续航行下去，让大多数遵守规定的乘客最终能安稳抵达目的地。这是一种必要的调整措施。那么，作为个人，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变化中，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甚至将危机化为转机？德昌给你一套具体的行动建议清单，请你务必跟着做。第一步，马上进行劳保状况检视，别再拖延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或电脑，搜寻劳保局易化服务系统，用你的自然人凭证、健保卡卡号加户号或者劳动保障卡登录进去。重点看2件事：你的投保单位是谁，你的投保薪资是多少。如果发现你的投保单位是一个你早已离开多年的公司，或者是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工会，又或者你的投保薪资与你的实际收入明显不符，那么你已经发现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风险点。第二步，如果你是自营作业者、摊商、艺文工作者等，透过职业工会投保的人，请立即开始建立你的工作证明档案。在这个数位时代，能够证明你确实有在工作的证据，就是你的护身符。每接一个案子，每做一笔生意，记得保留合约、发票、收据、工作照片，甚至与客户的通讯记录，把这些资料按时间整理好，存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万一哪天劳保局来函要求补件，你能立刻拿出一套完整的证明，就能有效说明你的工作事实。第三步，对于长期在海外的朋友，如果你依然希望保留劳保的资格，你需要有策略地维持你在台湾的实际联系，不是要你放弃海外的事业和生活，而是要有意识地保留一些能被记录的在台活动轨迹。比如，每年尽量安排时间回台居住一段时间，并用台湾的账户进行日常生活消费，保留一张台湾的手机门号，偶尔有通话记录，甚至考虑在台湾有少量的租金收入或投资收入，并依法报税。
这些都会在数据系统中留下你与台湾仍有实质联系的痕迹。第4步，如果你在检视后发现自己的投保状态确实有高度风险，请不要逃避，认为不会那么刚好查到我。与其被动等待那张可能影响你财务规划的稽查通知，不如主动处理，寻求符合规定的解决方式。去找一位专业的、熟悉劳保和税务的律师或会计师，付费进行咨询，告诉他们你的实际情况，请他们评估风险，并帮你规划最合规的调整路径。这可能涉及主动向劳保局说明情况，申请调整投保状态，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主动停止不合规的投保，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专业咨询花的钱，远比未来被追缴、罚款的金额要少得多。第5步，无论你几岁，只要你有请领劳保年金的规划，现在立刻马上去银行办理劳保年金专户，亲自跑一趟银行，告诉他们你要开立劳保年金专户，这是特别用途账户，不受强制执行影响。开好后，马上通知劳保局变更你的年金汇入账户。这个动作花不了你半天时间，但它为你未来几十年的养老金流建立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保险箱。不要再因为怕麻烦而因小失大。在健康永驻，德昌始终相信，真正的智慧不是在风险中冒险，而是在看清规则全貌后，稳健地走在最安全的道路上。养老金是我们人生长跑的最后一段路，这条路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合规基础上。2026年的劳保变革，与其说是一场挑战，不如说是一次全面的财务体检。能够提前理解趋势，加强准备，调整步伐的人，才能在这场变化中不仅安然度过，还能更清晰地规划未来的财务安排。请你务必做3件事：第一，按赞这支影片，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它；第二，分享出去，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同事。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是在提醒你某位远在异乡的长辈，帮助他保护一生的积蓄。第三，订阅健康永驻频道，并开启通知，我们会持续为你追踪相关的最新动态与应对策略。最后，我也需要你的协助，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匿名也好，分享一下你的状况或疑问。你是不是也有长期在海外投保的困扰，或者你对年金专户的开办流程有疑问？我们一起在这个平台上交换资讯，互相提醒，共同面对问题。我是德昌，在健康永驻与你相伴，共同学习面对这个复杂时代的生存智慧。感谢你花费宝贵的时间看完这支如此详细却充满提醒的影片，我们下部影片再见。